健康生活尤其重要，我是各位的节目主持人东海大学吴敏环吴老师。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台湾植物油工会洪尧坤理事长。你好，大家好。那洪理事长在之前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长达71年、72年的这个油品工会的整个历史非常精彩，而且受到大家广大的欢迎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再邀请这个洪董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植物油呢，它在所谓永续的这个前提下准备要进入2025年永续的议题那整个油品工会跟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开始那当然首先呢，因为我们就听这个洪总说，从小他就是在这个炼油厂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个整个炼油的故事啦还有整个台湾的所谓叫国产食用油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请教这个洪总跟大家稍微做个简单的介绍。好，谢谢我想这个我们台湾植物油工会刚刚提到已经很久了。那当然我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其实我从看不出来，很小的时候就是10几岁就，因为我们家在做榨油的嘛，是，所以我那时候的榨油方式是用油压的，一环一环的那种油压的方式，真正的把它去用油用压榨滑出来的。是，然后这个又整个台湾的时代进步嘛，整个制油技术又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又变成溶剂提油，溶剂提油，那这个提油之后就要精致，那所以其实这个台湾整个制油呢，都一直随着这个世界的脚步在进步。刚刚有提到2025这个永续经营这一点呢，其实我们整个植物油的这个工会的会也都有朝这个方面在走。第一个就是我们积极在买这个所谓美国生产的，它有一个叫做美国永续黄豆，它这个耕作黄不一样，就如果减碳。那它耕作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翻土就会氮会跑掉嘛，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另外，我们进口的一些棕榈油也是一样，它有一个 RESPO 一个认证这些都是我们在配合这个整个在原料方面的。当然，我们的整个油厂整个生产油厂的这个在减碳方面，大家都一直在改进。比如说以前南美，现在南美根本基本上不可能的，对不对？南美之后我们又改成木屑什么那些的然后现在我们又改成瓦斯的所以在这个减碳方面，其实我们每个公司都在建，甚至有的公司在做这个所谓的气电共生，其实都是一直在朝这方面来进行。OK。是，因为其实这个永续的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帮大家科普一下也就是说，从这个工业革命开始它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40年其实大概都已经比过去140年整个地球的温度上升达到4倍其实这个就会造成整个地球生态很大的问题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联合国它就规定各个国家所有企业它必须要加入就是所谓的减碳的政策那这个对于整个各个产业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油品工会也是一样在这里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跟方向这样。那其实这也是表示了，刚刚其实我们洪董就讲到说，精炼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重要的，因为从早期的压榨，因为它的量体越多，就开始变成精炼。那这样的精炼呢，它就才会是代表国产油跟一般油的最大差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精炼之后呢，它会不会有拿到哪一些的标章啦、认证啦，可以去帮助我们国人在选择的时候比较知道说这个是台湾产的好油？不应该是在制成里面的因为我想我们台湾植物油工会的会员基本上都会朝这方面去做，比如说拿 ISO。拿这个 HACCP 这些的认证那当然制造出来的油都经过这个制成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油的一个品质，所以基本上我们国内生产的油，我想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黄豆之外，我们还要进口那些这个菜籽油进来精炼，我们也进口这个棕榈油进来精炼，因为它每一种油它的用途都不大一样，我想这是可能就专家比较了解那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之外呢，我们国内生产的有一些花生油啦这些茶籽油啦
那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在地的这些这个生产的一些所谓粮食跟农业粮农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循环就是说我们国内生产的花生或是生产的一些油菜籽的，让国人也能够使用到那但最主要也是说在减碳方面，我们的这个黄豆进口到台湾来，基本上是没有废弃物的，由人吃那薄类就是给动物吃，那还有的壳类的话，也给乳牛去吃，所以其实都是没有废弃物。这一点我想是我们植物油工会的会员都有这一种精神去维护台湾的这所谓的节能减碳方面的是哇，我讲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我第一次在跟那个洪董聊到那个黄豆油是完全没有废弃物这件事，我就印象很深刻。哇，这是根本就是绿能产业了，这样子就绿色产业了因为它从油可以给人吃，然后它的这个残渣这个可以给这个我们的动物当做饲料所以它是完全的回收再利用。那其实刚洪总也有讲到说永续的部分，除了说进口原料的这个减碳的过程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就是刚刚说到在地化。那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在地化的生产，然后在地化的精炼，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这个油品，它其实都可以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永续食品的一环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也是我们工会对我们这个油品把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进口有好多光那个标价其实就落差很大，有时候一罐油，甚至我有听到那个几千块的那就很多人就会想说，奇怪，台湾的油品哇，它的那个价格好实惠那难道说是我们的品质上面有落差吗？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差这么多？这个其实刚好我们今天理事长洪董也来顺便题外话，洪董本身又是我们这个福寿100年企业的董事长所以对于整个油品的生产过程绝对是最清楚。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它的中间的存在的这个秘诀在哪边？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油品？那这个我们请教我们洪董。对，我想这个我们一直在听到，就是说我们在生产方面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我们的品质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生产的，我想在我们这个所谓性价比，你现在每人都在讲性价比，是，那就是说你要去比较。那其实我们台湾生产的油，我刚刚提到过好几种就精炼过的，那些其实都能够让我们台湾人民所需要的营养都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些高价的，我认为每个人的当然这个自由经济嘛有人喜欢吃贵一点的东西但是我想这个在合理方面，它基本上其实台湾本身就能够供应充足的而且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尽量买国产的，其实支持台湾的企业才不会被世界淘汰了，不会被世界遗忘掉，这样。是。那尤其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油品我听说都是依据国人的需求去设定这个比例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混合油啊。但这个混合油以前我们大家就很想说听不懂，就想说会不会是不好的油混在一起？结果听说其实它是有这个透过呢这个比例去安排，然后来让这个我们的人吃下来会更健康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邀请更多的营养师跟专家来跟大家分享。那这样洪董呢，像以接下来呢，现在我们一般人那如果他现在在选择国产油，他其实就等于是认同永续、认同绿化，那认同这个好的国产的这个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有没有哪一些这个要再跟消费者提醒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东西？这样最主要，我想这个我们刚刚你提到说那些油的话，其实台湾有一个食品研究所，现在食工所然后我们他都会提供一些如何去把各种油混进，比如说你那个你要这个 EP 是 Omega 3啦、Omega 6啦、Omega 9啦，或是这个 EPA 啦、DHA 啦什么这些一些这个油的话那基本上都已经有混合好，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有混合好的油，就是说你多功能的油
或是你单一油，比如说你只是要芥花油，芥花也是一个，然后那个还有说你这个大豆油或是你的棕榈油，它每个不一样嘛。棕榈油基本上比较在炸方面，它能够比较耐炸，因为它的这个饱和脂肪就比较高嘛，所以那你大豆沙油其实最普遍的，因为目前来讲，世界上生产油品还是大豆为主，因为它每天都能够这样去不断的生产，而且有一切认证是，所以其实我认为说大家要去看，就是说。一定把它看一下，它是 Made in Taiwan， 就台湾制造，台湾的厂商制造，我想这是我们都要一定保证，这至少在减碳、在节能方面都差很多。因为我们想你要进口的话，你还要在那边装船，然后装货柜，在这个船上有经过1-2个月，然后又高温，那个货柜在上面60-70吨他说台湾是不是品质稳定？这是可能要去都不敢讲了。那你只要在台湾有经验过，他已经再把那些不好的杂质已经再拿掉，然后再装出来，变成我们台湾的这个生产。像我们买衣服，你没得人台湾那个可能布是国外进口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台湾制造，就是认为我是认为说这项我们能够对消费者保证的，所以多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油，其实才是我们永续经营的一个很重要一点的。是，所以洪总其实就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管它从哪里来，但是最终呢，如果经过台湾的精炼，它就会成为一个安全可靠的油品。那这个也是我们消费者在选择油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棕榈油啦，因为棕榈油又是饱和脂肪酸那其实我听说它其实对于环境的永续也是有一些的影响，那这个也要请教一下洪董。对，因为棕榈它本身是用这个把这个树林的这个树砍掉，那砍掉之后再把那一些这个重新再种棕榈，那至少要3年至5年才能够开始收这么久像大家曾经听过这个雾霾，以前这个印尼把这个树砍掉，然后种一些棕榈来增加它棕榈的产量。所以但棕榈它的饱和脂肪比较高嘛，所以它比较适合在炸方面。其实它每一种它的特性呢，并不是说棕榈不好，但是我们比较不赞成说这个棕榈油直接食用，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天气不同，你看这个到冬天可能酱油比较会冻但是它在炸方面是有它一定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讲还是有。还有呢，像那个黄豆，或是说刚刚讲的芥花油，其实它每一种都不一样的，这个可能专家会讲的不要更好。所以我只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炼制的同业工会，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台湾的炼制的同业都能够把它炼制的东西能够好好的提供给消费者，好好的使用，这样是。所以不管任何一种油品其实经过呢同业工会的这样把关所炼制出来的油，应该都会是我们消费者就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当然在最后还是要去提醒一下我们的消费者，跟鼓励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其实在选择油品上的时候，刚刚洪总就说到了，选择油品在选择国产油，那你就是支持永续在地节能。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也祝福各位跟洪董一起祝福大家，我们在使用油用的健康由你开始。好，我们谢谢各位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拜拜。好，拜拜，祝各位身体健康，多福多寿。